这些年没有跟他过过一天享福的日子。使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对孩子的冷漠，对我的背叛。哎呀，他总是瞎猜，哪有那么多背叛？我为这家付出那么多，他也看不到。现在还要跟我闹离婚，那他伤心，那我就不伤心吗？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，所以我要和他离婚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刘先生，4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运输司机。来，有请刘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高女士，43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花店老板。有请高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天谁要来啊？我要来，干啥呀？我要和他离婚。为啥呀？因为他总喝酒，总是找些不靠谱的朋友喝酒。哦。喝酒还不干活。前些日子儿子要上那个初中了嘛，寻思给他找个好一点的学校，给他找个补课班补课。我就把我之前存的1万块钱想拿出来，完了顺便再给大女儿交那个住宿费。等我到银行去取钱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个钱没了。钱呢？那钱确实让我偷着花了。干啥去了？跟朋友喝点酒，然后我正好赶这个那什么，又那个车吧，又到检车时候了，交的强险，人检的车，完了这点钱吧，完就是再喝点酒就花差不多了。没跟妻子说？就完了就没跟他，我就寻思。就是那个厂子吧，到月他就给算账了吧，就给算一部分钱。我一到算钱，我就把这个钱偷摸的给放回去，不就没啥事了？不是你交这个交强险什么的，这是维修或者叫补充生产工具，这有啥不能跟老婆说的呀？主要这不这里边喝酒了吗？喝酒花了多少钱？哎呀，喝酒得好像花了3、4千块钱吧，这样。喝了多少吨呢？完了那把这车祸也不太好，有时候吧这帮人聚起就好喝了点是吧？今天他请客，明天让我请客的是吧？好就是。不是这一次喝酒吧？平常也经常喝吧？平常要是活多了肯定是不喝，就最近这2年活挺少的，就这2年，就是没有活的情况下就喝点。那你把钱花了，你没想还让我怎么办呢？你这没办法了，我就出去借给孩子交这个补课费。再说了，你本身就是个货车司机，你就不应该喝酒。你这活既然少了，越少越喝。从中午喝到晚上。来个电话了，来活了，好不容易来趟活，还干不了，你就喝了。那你就只有打电话给别人干活，这钱本应该能挣的呀，你就挣不到手了。听明白了，您是觉得现在生活状态不好是吧？对。那也犯不上离婚呐。他自己还不讲究卫生。我干一天活，我本身我就挺累的。回到家里吧，你说不管喝多了还是干活回来，倒头就往那一躺，往床上一躺，床单被单弄的都是土，可脏了。让他洗他也不洗，我一叫他洗他还跟我吵。那不止这个，那你最近还得养鸽子，你不讲卫生不算，他把家里弄得特别脏。养鸽子养一些鸽子一些狗，完了他还不收拾。一些鸽子是多少？好几百只，100多只。我的天哪！少的。一些狗呢？一些狗的6、7只、5、6只的。狗啊，现在狗没有了，现在狗就剩能有1条了。现在鸽倒是挺多，鸽现在是能有100多个是吧？但是现在我把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养，就是满天飞呀，是吧？那个扰民的埋伏塞的，是吧？现在我是捐到那个大罩里头，知道吧？有点像那种正规养法了，知道吧？完我也是定时间放飞。性鸽肉鸽呀？性鸽人家还是有爱好，但是要注意是，你说你养那个普通的鸽子就算了，又要养性鸽，养性鸽不是说1个钱2个钱就能养起的，一投进好几万块钱，到如今1分钱没回来。养性鸽呢，你还得喂细粮，那个鸽子得吃什么大豆黑豆这个又补钙又这个又那个的了。哎呀，家里没有大米，他不往家扛；鸽子没有粮食，他一袋一袋往家扛。我问你你觉得他对儿子、老婆、闺女他都好还是对鸽子好？他对鸽子好，是吧？这该咋说咋，确实对鸽子好，确实。那确实得跟你离婚，你跟鸽子过去，是这意思吧？
怎么帮你说呢？你说说看，就这点儿恶习了，对吧？其实是爱好，咱们一会儿帮他调整，没别的了吧？这都不是原，还有呢？有啊？怎么了啊？那他呢？最近呢，还总跟他前女友啊有联系。真的吗？那个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得咋说呢？就是那有时是年轻时候小时候呗，是不？就是20多岁那种人，完事处了几年，是吧？然后当时双方父母也不同意，完了就也就完事了。啊，完事了就完事了呗。完事就完事，但是主任吧，主要我俩是那个邻居，离跟前那个另一家挺近的，知道不？啊，他也是养车的，也是养货车的，知道。他有时候的话就介绍点活干，是吧？完了就这样，他就小心眼就不愿意。那只是单纯介绍点活吗？俩人谁给谁活？啊，那他前女友给他活，介绍点活。啊，有的他干不过来了，就给他干。啊，是他介绍点活给他了啊，他就觉得特别感激他，这俩人经常出去喝酒啊，经常在一块儿。啊，那不好。那你看，就有时吧，就是我们在干活吧，就是那个有时候晚上就是那个货车嘛，一般白天都不让走，有的地方都紧行，一般吧都活都在晚上干，晚上干有时候回来都挺晚的，是吧？车停到家跟前了，完了出去吃口饭，回去有时11、2点了，或者是那个10多点钟了，就是吃了一口饭，像他就知道就好像是就想多了，就好像咋回事就是啥意思？那不单指这事儿，是你吃口饭的事儿啊，都会引来流言蜚语啊。有很多人、邻居啦、车友啦、朋友啦，都跟我说，他俩特别密切，他俩走得特别近。如果要是没有说他以前是他前女友，我也不会多想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的确你俩是走得近。哎呀，电话一天好几遍啊，微信呢，这俩人偷着聊。那个没成家吗？还是有家，又有孩子，还有老公。你看他就是想多了，你那个我的前女友吧，就是咋说呢哈？就现在现在应该就咋说？应该就说是邻居，知道不？我应该就我这邻居就是在一起都这些年都那个都挺好的。我头几年吧，就是车活挺多的，知道吧？完我那个跟人那个这个活的方面不咋太来往。啊，这事儿有点说不清楚。就自律吧，就老婆在意这事儿，介意这事儿，以后就别接他的活，别跟他吃饭，不就完了吗？是往后那个你就别吃了呗，对不对？注意点，我就这。因为啥就在一起吧？他老这么说，我就怕那什么，他就老这么误会我。说你要就误会我，要不跟他在一起干活了呢？他不更想的更多？好像我俩真有那种事情。哦，行，一会儿咱们听听老师的意见。啊，这还行，都说清楚了吗？没了吧？就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呐？对，有点儿。主要是不是因为跟前女友有联系？对呀，你看他一打电话。他家有点啥事儿啥活嘞，他立马就去。哎，我治他都没那么痛快。哦，你这媳妇儿挺好哈，贤惠不？我媳妇儿是可贤惠了，因为就家里边孩子啥都在他管。啊，我这一年都在外边干活，我也不怎么管。那人家要离婚，你同意不？我不同意。这是第一次闹离婚吗？以前有过，但是没这么正式，也没这么凶。哦，这次为什么这么正式啊？就是因为前女友是吧？对。就你觉得这个是你不能忍受的是吧？对。你跟他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。哦，还可以，处的都不错。哦，他处的不错啥呀？你说我这媳妇儿哈，一点也不太懂事儿。你说，你怎么还来劲了呢？真是。说我家吧，就是那个，就我说他们属于轴妹不是吗？啊，他轴妹完了就是俩人就用倒点往。就是我那个兄弟媳妇儿啊，兄弟妹啊，对啊，就用倒点那个搁门口倒点水，倒点那个就是那个搞点垃圾啥的，这俩人吧就那个就吵吵起来了。那不都因为你吗？也不管这个家，也不管我们，本来你父母就偏心小儿子，我不是跟他生气吗？气不过嘛，啊，你也不关心我，你家人也不关心我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在这个家里就是多余的。听明白了啊。可能这个事儿也是你想离婚的一个重点吧？哦，不顾家，或者叫这几年生意不好了不顾家，那几年还挺好的是吗？对。啊，这个父母那儿不能给媳妇儿找到正常的位置，是吧？现在又冒出来一个跟前女友或者叫邻居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，所以是一定要离婚的是吧？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雨东，
男跑长途，女卖花，共同撑起这个家。一儿一女一个好，但嗜酒如命真糟糕。我个人觉得夫妻本是同林鸟。之前热播的那个电视剧《人间至味是清欢》，生活是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家庭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吵吵闹闹一直到老。但另一方面，我想说说踏实这件事情。老婆在乎什么东西？老婆很讨厌什么东西？老婆心里很忌讳什么东西？作为老公，其实心里是明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生活的责任和重担，一方面要承担，前女友的的确确会给你很多业务上的这个机会，会有很多赚钱的渠道。但另一方面，这里面这个度，你怎么能够让老婆踏实？如果她还是你很在乎的人的话，如果这个家庭还是你很在乎的话，那你就一定要考虑这个细节，不要我就是为了家庭，我为了赚这个钱，所以其他的我管不上，我不管不顾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其实我想跟老婆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生活本身，这就是生活本身，吵吵闹闹，因为钱，因为关怀，因为卫生，因为所谓的前女友，这就是生活本身。生活就是需要彼此把刺收起来，相互抱团取暖嘛。包容一点，理解一点，同时呢，老公呢积极一点，主动一点，责任，对不对？让老婆，让孩子生活的最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心里过着很踏实的日子，这个是东北男人最值得骄傲的面子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好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张大老师。大哥啊，您搞清楚自己媳妇儿心中到底在意。有的时候，你上半夜想一想，你下半夜想一想，你顾不顾这个家？他是很顾家，甚至顾家顾到了要跟自己的弟媳吵架，是因为父母不公。虽然这样的方式不对，不应该去打。如果你心里有，你身边有一个不争气的老公，有一个一天到晚只知道养鸽子、养狗，不关心自己妻子和孩子的老公，你还要为这个家庭顾家，昏天黑地的忙，还要去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当中争取一些所谓的公平，你心力交瘁。是自己的男人不替自己说话，自己的家人不顾自己的家。虽然大家也要顾，小家也要顾，有的时候呢，男人可能要点面子，所以希望能够在妯娌之间，自己作为儿子或者是长子有点面子，自己的女人不要拆自己的台。但是我始终认为，一个小家顾不好的男人，不要提什么所谓的大家。开长途是很累，带孩子不累啊？要不你们俩换换，谁都不容易。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，谁也没说谁占便宜。如果大家所贡献的一切都放在这个家里面了，受益的是整个家庭，而不是一个人。所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要是顾家，女人就不会有那么多啰嗦。如果你的心思都在家里面，为这个家里面增添一点东西，大家都高兴，共同的去补救生活当中的一些缺失，齐力的去解决，那也是一种家庭情感的表现。但问题就在于，如果有一个人不顾家，闲的闲死，一个累的累死，那么始终这种平衡就会打破。所以很简单，如果心在家里，那就一切都在，大家都顾家，这日子就好过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蒲老师。中国男人老到老婆那儿就凶，你知道吗？不由自主的要端架子，不是说他不爱，不是说他心不在，他就需要那种感觉。其实那是什么感觉？咱们都知道那感觉其实不对，对吧？要好好过，要确立一个人在家里面的主导地位。你知道我一直这观点，如果女人这么贤淑能干，咱就听女人的嘛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咱没这本事吗？确实咱没这本事吗？咱这家也没人打理得好，咱踏踏实实的把钱挣回来，回家帮着干点家务，听人的话不就完了吗？听明白没？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纠结了。几位老师其实已经给了非常中肯的意见，从今天开始，少喝点酒，把喝酒的时间多顾家，
鸽子要不要养，你自己拿个主意，对吧？凡事多商量，特别是跟父母长辈的事，跟他兄弟姊妹的事，多跟先生商量商量，听听他的想法。别闹了吧，回家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去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老公，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也不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不希望你再和你前女友来往那么密切。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承诺。老婆，我毛病我会改，我以后会好好的对你的父母和妯娌搞好关系。老婆，我也改往后那个酒我也少喝，我也不往后尽量不喝。但是我跟那个邻居之间咱一定好，因为他不能把这个邻居之间那个什么整断，怎么？咱们跟邻居之间好好处，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，总是有办法，对吧？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来，请回，谢谢你。看了一段20多年的婚姻，啊，因为丈夫和前女友，也就是邻居之间生意往来，突然之间这个婚姻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。这个婚姻当中本身被压抑的很多东西，就被激发了出来。好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往后我不喝酒了，往后我家里面有活我多干点，老婆能给我和好，好好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好了，请亮灯吧。谢谢你们，来啊，不哭了啊，回家好好再来过啊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好的。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，也许是不